新西兰总理希普金斯30号结束6天5夜的访华行程，于上海启程返回新西兰。希普金斯就任以来的首次访华之旅备受关注，此行取得哪些积极成果，又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在美不断拉拢西方国家合力加大对华围堵力度之际，同为五眼联盟成员的新西兰积极发展对华关系，又有哪些特别意义？来看报道。6月25号至30号，希普金斯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在天津举行的第14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此行是希普金斯就任总理后首次访华，也是新西兰总理自2019年以来首次访华，备受外界关注。访华期间，希普金斯行程紧凑，先后到访天津、北京、上海3座城市。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就中新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西兰关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双方同意在经济外交、经贸、国防领域对话基础上，加强食品安全、农业、海关及贸易便利化、科技创新和执法等领域合作。李强总理和希普金斯总理还共同见证签署多项合作文件，涉及农业、食品、林业、知识产权、教育等多领域的合作。这个应该是2014年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一个非常重量级的文件了。它既是对此前一段时期中新关系健康发展的一个总结和肯定，也是为了今后未来的发展方向定了一个调子。在未来呢，我们也可以期待在这份重量级的这个联合声明以及这7个合作文件的引领之下，中新关系会有一个更具突破性的一个发展，尤其是在经贸合作领域。在华期间，希普金斯多次表示，中新关系对新西兰而言十分重要，特别是在29号即将离开中国之际，希普金斯对媒体表示，当前两国双边关系十分积极且具有建设性。A visit that has been incredibly warm and constructive. The message that New Zealand is open for business has been well received here in China. And I think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day to see just how thriving the business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Zealand and China is. The opportunity to see some New Zealand product on display. On a scale of 1 to 10, how would you rate it? I've never really kind of given it numbers, but it'd certainly be a high number. 在29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认为，希普金斯总理访华是一次增进理解之旅、深化互信之旅、拓展合作之旅。两国领导人就中新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积极、坦诚、建设性交换意见，共同为中新关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做出战略指引。30号的记者会上，毛宁再次谈及中新关系。我们认为，中国和新西兰互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中新两国的利益，也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那么在可见的未来呢，我相信中新关系一定会越来越好，尤其是在这个比较动荡和竞争加剧的这么一个世界当中，应该还是会像习主席所说的起到一个领跑的这么一个效应。深圳卫视注意到，希普金斯此访受到外媒的高度关注，许多外媒进行了全程追踪报道。多家英文媒体指出，新西兰是五眼联盟中对华态度较为温和的国家，即便是在疫情期间，中国与新西兰也签署了升级版的自由贸易协定。新西兰广播电台、路透社、德国之声网站等媒体则是在中新两国领导人会晤后，迅速引述了中国一直把新西兰当作朋友和伙伴，中国和新西兰将促进贸易和投资关系等说法，并认为会晤对外释放了积极的信号。新加坡联合早报则报道称，在西方国家近期不断高举对中国去风险的旗帜之际，这个南太平洋主要国家首脑率团访华，再度释放西方世界并非铁板一块的信号，也表明在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中，仍有一些国家更看重经济利益，希望加强与北京的经贸联系，以对冲经济阴霾。新西兰呢，它是一个小国，通常来说，在国际关系当中，小国并没有太大的这个话语权，通常是会被大国的这种政治会牵绊着走。但是新西兰呢，却有着非常深厚的这个独立外交的传统。在这个新西兰工党政府上来之后呢，总理阿德恩和上一届的外长马胡塔，他们对于中新关系和与中国的相处之道呢，都有一个非常精辟的描述。当时这个阿德恩总理就提到说，不要以两国关系是不以分歧来定义的，尽管我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不可避免的两个不同历史文化、不同社会制度的这个国家会有一些分歧，但是
是双边关系并不一定是由分歧来定义，还是可以在这个能够合作的领域开展合作的。当地时间29号，美国五角大楼宣布，美国国务院已批准向台湾出售弹药和提供后勤保障支持，价值4.4亿美元。这是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发布的第10轮对台军售。中国外交部30号回应指出，坚决反对美对台售武，正告美方停止危害台海和平稳定。外界注意到，拜登新一轮对台军售距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还不到半个月。观察指，布林肯访华时就多次重申美国长年以来的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言犹在耳，美方说一套做一套，自我拉扯的戏码仍在上演。据美媒报道，当地时间28号，在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办的一次活动中，布林肯与该智库主席理查德·哈斯就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对话。针对台湾问题，布林肯在回答中又玩起了文字游戏。面对哈斯提问美国的对台政策到底是什么，布林肯先是声称美方会继续在一中政策的指导下行事，这些都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随后他话锋一转，又称根据所谓与台湾关系法，美方的长期政策是采取必要措施，尽可能确保台湾有自卫的能力。美国对台湾的支持需要看实际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布林肯此番言论距离其19号结束访华过去还不到10天。在华期间，布林肯多次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不支持台独。On Taiwan, I reiterated the long-standing U.S. One China policy. That policy has not changed. We do not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ce. We remain opposed to any unilateral changes to the status quo by either side. We continue to expect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cross-strait differences. 观察指，布林肯前脚刚提及一中政策不变，不支持台独，后脚回到国内就拿出中方始终不予承认的与台湾关系法作为幌子，并扬言所谓保卫台湾，让美方说一套做一套的本性暴露无遗。他在这个一个中国政策上的这个反复的拉扯，从拜登本人到布林肯，还有其他一些拜登政府的高官，都说了这个，都强调比如说四不一无意，特别是强调不支持台独。但是美国的这种做法，事实上，表明他根本无意，去信守他的政治承诺，是完全一个背信弃义的做法。值得一提的是，布林肯在扬言保卫台湾要付诸实际行动时，又加上一句：自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已经9次宣布对台军售。当布林肯的话音刚落，当地时间29号晚间，五角大楼下属的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宣布，美国国务院已批准通过2笔单独交易，向台湾当局出售弹药和提供后勤保障支持，价值高达4.4亿美元。其中一笔价值3.32亿美元，包括30毫米高爆燃烧夜光弹、多功能弹药及训练弹等。另一笔价值1.08亿美元，包括轮式车辆、武器以及其他元件的备用与维修零件。外界注意到，这是美国总统拜登任内的第10次对台军售，也是今年的第2次。针对此次对台军售内容，台媒透露，30毫米弹药主要用于云豹装甲。若仔细观察近1年来美对台军售，就会发现其侧重点发生了变化。自去年8月后，美国对台军售的主要内容正逐渐向弹药领域聚集。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在其所做台海兵推报告中提到这么一句话：目前对于台湾而言，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提前储备弹药，一旦冲突爆发，其弹药来源随时都会被中断。因此，有台媒指出，从这次的军售内容看，美国的目的还是尽可能的让台当局提前储备更多的弹药，顺便再割一下台湾的韭菜。30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指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停止制造新的台海局势紧张因素，停止危害台海和平稳定。据台防务部门的公告内容，该军售案的金额相较之前有所缩减，显示采购项目及数量可能有些调整。据台媒透露，这次采购的陆上机动布雷系统将由台湾本岛北、中、南3个军团的工兵群配备使用。按照台军方计划，在察知解放军所谓登岛意图时，即可先行在各个可能登陆滩岸及地点快速布雷，牵制及阻绝解放军的行动。去年12月，美国刚一宣布要售台火山陆上机动布雷系统后，岛内舆论就炸了锅，对于美国要把整个台湾岛变成一个地雷岛强烈谴责，对于台军代号9镇项目的相关军购案也强烈反对。
今年1月，台陆军方面专门开说明会，声称火山布雷系统不会使台湾变成地雷岛，因为这套系统具备智能型定时自毁特性，也非长时间的广域布雷，仅在敌方可能登陆的路线上进行精准且有效的布射。另外，台军方还声称，这款战防雷伏布于地面上，而非埋在地下，因此容易辨识，将可大幅降低人员误伤率。对于台军方的辩解，岛内舆论始终不买账。金门当地的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陈玉珍一直反对布雷。他说，金门过去在上世纪50、60年代布了很多雷，后遗症一直存在，整个岛没有发展。早年很多金门居民也因此受伤。充分说明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势力的这种勾连挑衅呢，正是台海紧张局势的最重要的原因。台湾当局的这种做法呢，也充分暴露了其为了不可能实现的这个台独的春秋大梦他可以不择手段把台湾的民众把台湾的年轻人，把台湾的下一代推向兵凶战危，推向战场。值得注意的是，美方在幕后推动对台军售的势力又来窜台勾连。台媒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率领9名委员会内的2党议员于27号晚间抵台，进行为期3天的窜访。台外事部门也不失时机地给自己脸上贴金，声称这是美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近年首次有主席及首席议员联袂组团来访，并且成员涵盖该委员会及下属重要小组的2党领袖议员。然而，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陈玉珍一针见血地点破了实质，这个军事委员会窜访团很多议员的金主都是军火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朱忠博对深圳卫视表示，美国国会议员窜台表演是有政治的、经济利益的小算盘的。首先，他们赚台湾当局的游说费；其次，他们吃美国特定利益集团的赞助费。此外，他们窜台也是为了增加与行政部门权力斗争的政治资本。加强美台之间的勾连，去推销军火，为美国的特定的军事利益集团去服务。通过不断的去窜访岛内包括出台一系列的涉台的议案，来争夺呢在这个对涉外议题上、涉外政策上面的发言权。但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28号却辩称，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台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此事无关政府行政部门代表，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或改变现状。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美国政府的各个机构，包括行政、立法、司法部门，都应当执行美国政府承认和承诺的外交政策。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规定，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将代表中国国民党出战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侯友谊近日抛出震撼弹，公布台安全会议前秘书长金溥聪加入竞选团队，担任侯竞选办公室执行长。金溥聪外号金小刀，是马英九的嫡系。马英九2次赢得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金溥聪都立下汗马功劳。目前距离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还有不到200天，侯友谊当下最迫切需要做的就是整合蓝营力量。接下来，高雄前市长韩国瑜也将与侯友谊共同出席造势场合，未来选情能否走出颓势，备受关注。中国国民党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参选人侯友谊竞选办公室7月1号将正式成立。侯友谊28号宣布，将由金溥聪担任竞选办公室执行长，负责选举方向与策略，统合所有战力。侯友谊表示，这是他此次竞选过程中最重要的团队领导人，将让团队有步骤方向。侯市长他有一些非常值得珍惜跟敬佩的特质，他非常正直，他非常正派，他很诚实，也很诚恳，更重要他很谦虚。一个领袖一定要谦虚。金溥聪曾是马英九的重要幕僚，连续为马操刀打赢台北市长以及台湾地区领导人选战。与此同时，在岛内有侨王之称的台立法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也在侯友谊多次诚邀之下，出面筹组侯友谊民意代表后援会，全面整合国民党在台立法机构的战力。侯友谊私下透露，金溥聪主要负责空战，陆战则希望王金平、党主席朱立伦能协助整合。立法院的立委
都会跟我们并肩作战，党部也会参加我们这一次的整个选办的，在整个各县市所扮演的一个角色，我们一定携手合作。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同日表示，侯友宜竞选办公室将会有5个领域，包含文宣、组织及立法机构、政策顾问团、后勤、社群，各自有各自的负责人。朱立伦对金溥聪的评价是，竞选文宣跟空战都有经验，文宣及议题部分由金溥聪操刀。金秘书长过去也曾经担任党的秘书长，他在选战的经验，尤其是在文宣，在很多这些媒体方面，还有策略方面都很有经验。有国民党籍民代指出，在金溥聪操盘下，中国国民党取得多次大胜，今具备现在侯团队所缺乏的全台视野以及议题敏感度，无疑是一剂强心针。台湾联合报形容，一般受人敬重的选战操盘手往往是敌人惧战友爱，但金溥聪可以做到敌人恨战友惧。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金溥聪具备强硬风格的操盘下，马英九的确百战百捷。马英九目前参选，金溥聪幕后操盘的模式也被称为马金体制，但这一模式能否套用在侯友宜身上，不少舆论有所保留。台湾商报分析，尽管金溥聪的国际观和外事工作经验能与侯友宜起到互补效果，但金溥聪过去强硬整顿地方黑金势力、地方派系已有了阴影。如今金溥聪加入侯团队，可能会让这些地方派系进一步往可能独立参选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靠拢，令侯友宜更难整合地方势力，而地方势力恰好是侯友宜的弱点。金溥聪去主导侯友宜的一个空战，结合一些蓝军的社群的流量大户，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对侯友宜的空战绝对有效果。那第二个来讲的话，朱立伦的党中央如果能够完全充分的去进行整个地方组织的一些集结，对侯友宜这个陆战也会日期有功。那如果再加上侯友宜他自己本身这个形象定位能够再做深化、再做强化，把自己本身的一个政治魅力持续拉高来讲的话，侯友宜、金溥聪加朱立伦就可能成为一个黄金三角。那这个黄金三角对于侯友宜的选情确实就会有明显拉升的一个效果。国民党籍前民代蔡正元表示，金溥聪富有竞选经验，一定会对侯友宜的竞选有所帮助。但是金小刀也是一剂白虎汤，侯友宜喝下去是好是坏很难讲。是侯友宜到今天，坦白讲也没什么选择，不喝白虎汤也不行，那黑虎汤嘛，黑龙汤嘛，他也没这个汤可喝。所以我是认为侯友宜这个选择是不得不的选择。侯友宜与高雄前市长韩国瑜何时合体也备受关注。侯友宜竞选办公室组织副召集人谢龙介透露，侯韩会确定会在7月1号的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67周年活动登场，他们会在那天正式同框。谢龙介强调，韩国瑜很早就表示，中国国民党推谁当2024参选人，他就支持谁。他们经常通电话，有时候通完电话，韩市长也会跟我讲，他跟侯市长通过电话，我们所说的句句属实，拢是真的。查甫人跟查甫人中间一句话一通电话就解决了，没有那么复杂的。侯友宜与韩国瑜两人确定将于7月1号会面，是否会拉抬侯友宜民调，外界高度关注。韩国瑜跟侯友宜去进行合体，韩国瑜去帮侯友宜站台我觉得对于整个韩粉的一个归队，或者是深蓝族群的一个归队挺侯友宜，都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注意。那如果深蓝能够巩固，党内能够有相当程度团结的一个力道来说的话，侯友宜才有行有余力去拓展中间选民跟对方的浅色选民，包括年轻族群。2024选战，民进党赖清德、国民党侯友宜、民众党柯文哲拼搏激烈。台湾美丽岛电子报初步民调显示，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还是第1名，支持率30%以上，稍有下降。民众党参选人柯文哲未到30%，第2名。侯友宜虽然还是在第3名，但这次的支持率又冲到20%以上。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认为，侯友宜近期的表现不错，民调有守住20%，代表竞选团队的调整有效果，而且由金溥聪操盘，有助于重振国民党的士气，并初步预测侯友宜7月的民调会更好。国民党籍前民代蔡正元认为，目前非绿阵营蓝白力量分散，无论是柯文哲还是侯友宜占据第2名，都无法冲击赖清德选情。因此，蓝白若不能有效整合，非绿阵营的选情就无法彻底扭转颓势。这是一个
非绿阵营的难题。不管你是柯文哲、郭台铭、侯友宜，这3个人如果能够整合出一个团队，共同去对抗赖清德，这是唯一赢的机会跟希望。如果是分成2组甚至3组人马，回家睡觉。金小刀再厉害也是破铜烂铁，没有用。这是结构问题，怪不了金小刀啊。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国国民党的参选人侯友宜任命金溥聪担任竞选团队的操盘手，主导选战策略。您对此如何看？我认为，在侯友宜民调已经跌落到第3，跟第2名的差距已经扩大到10个百分点。国民党内再度传出割喉或换喉声音，同时郭台铭又想取而代之的大背景下，这个时候请出马英九时代的选战操盘常胜将军金溥聪，不仅可以为接下来国民党打赢选战增添信心，而且更为关键的是，此举可以帮助侯友宜稳住摇摇欲坠的局势，压制住党内外蠢蠢欲动的觊觎力量。因此，接下来我们要观看的大戏，是要看金溥聪第一如何整合国民党内的3头和派系，尤其是整合跟侯友宜面和心不和的朱立伦、韩国瑜和王金平几位大佬；二是看金溥聪如何整合泛蓝势力，帮助侯友宜重新巩固处于分崩离析状态下的泛蓝基本盘；三是看金溥聪如何帮助侯友宜整合非绿力量，也就是如何处理和应对代表白色力量和第3势力的柯文哲。那在您看来，金溥聪当年能够帮助马英九操盘打赢5次选战，其诀窍究竟在哪儿？我相信很多观众都会顾名思义，将善于操盘选战的金溥聪想象成为一个躲在幕后玩弄阴谋诡计的权谋家，或者是一个藏在缝墙深处善于拉帮结派的大类高手，又或者是一个习惯于跟各种势力做交易的桥牌高手。事实上，这完全是一个误会。恰恰相反，金溥聪在个性上跟马英九有些相似，是一个敢爱敢恨、敢怒敢言，眼睛里容不下任何沙子，做事不留情面，有着强烈政治洁癖的人。他之所以能够为马英九操盘打赢5次选战，走的不仅不是什么歪门邪道，而是光明磊落的阳光大道。其中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金溥聪当年协助马英九对国民党的改革与改造。他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国民党摆脱了黑金政治的负面形象，斩断了国民党与地方派系甚至是黑道势力的瓜葛，而且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改变了国民党原来党政不分的政治制度，把国民党打造成了一个单纯的选举机器。为此金溥聪不仅得罪了包括王金平在内的一众国民党内大佬，而且遭到了国民党内地方派系的记恨。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民党才不仅让基层党员看到了希望，重新凝聚了党内，而且赢得了不少中间选民的选票。因此，接下来我们需要观察的是，金溥聪将会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让国民党这个100年老店焕发生机，如何重新开动这个选举机器。那您认为金溥聪接下来又应该如何帮助侯友宜与国民党赢得2024年的选战？我认为总结过去金溥聪5次帮助马英九操盘赢得选战的经验，他真正重视的并不是术，而是道。所谓术，就是战术与谋略；所谓道，指的就是大战略与大方向，也就是首先要解决的是是非对错的问题。一个搞政治的人，尤其是操盘选战的人，假如无道有术，那就是在大是大非、大战略与大方向上出了问题。那他的战术、谋略、阴谋诡计越多越厉害，越是会南辕北辙，错得离谱。只有有道有术，也就是在大是大非问题、在大战略与大方向上是对头的，再辅以适当的战术与谋略，才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年金溥聪帮助马英九操盘选战之所以屡屡得手，最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看清了和平发展是两岸关系的大趋势，看清了岛内民众期盼和平，
并因此而提出了9·2共识以及不统、不独、不武的3不政策等主张。这才是金溥聪能够帮助马英九在岛内连选连胜的谋略。因此，接下来我们要观察，在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都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金溥聪如何帮助侯友宜重新稳定局势，并提出能够让岛内民众幸福的政策与主张。好的，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6月30号是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3周年。该法实施以来，暴乱余波得以平息，社会秩序得以恢复，香港重新成为全球最安全的城市之一，也让香港同胞深切感受到，唯有国安才有港安家安，唯有国安才能让香港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迈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2020年6月3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同日以全国性法律形式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3中，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布实施。3年以来，香港国安法发挥了一法定香江的巨大作用，成功遏制2019年黑暴，有效防范及遏制反中乱港势力图谋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勾结外国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等犯罪行为。截至今年6月2号，共有252人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的案件被捕，当中155人及5间公司被检控，其中79人已被定罪或正等候判刑。数次反映了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特区政府能够对过去数年来不断意图危害国家安全的反中乱港分子采取法律行动。早前有团体发起香港国安法实施3周年意见调查，于网络上收集了2412份问卷，当中80.4%受访者认为香港国安状况大有改善，还分别有76.8%和77.8%受访者认为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后，香港变得更加安全，法治状况有很大改善。如今，全球资本对香港恢复信心，香港金融中心指数排名维持在第4，位列全球前10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中国香港特区青年代表谢成润近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3届会议发言，以亲身经历介绍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最新情况。In 2019, Hong Kong experienced some heartbreaking incidents that severely damaged the rule of law, social orde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3 years, I have deeply felt the positive changes that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has brought to Hong Kong. I have personally witnessed Hong Kong's transformation from turmoil and unrest to peace and order. Today, Hong Kong remains a land where investo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rive and settle, and it continues to be one of the freest and most competitive economies globally. Welcome to come to Hong Kong to experience the charm of this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firsthand and share the brilliant future of the Pearl and the Orient. 中央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言人30号发表谈话说，制定和实施香港国安法是一国两制实践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巩固了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有力推动香港一国两制实践进入由治及兴的新发展阶段。发言人称，3年来，有了香港国安法的护佑保障，香港的发展进步有目共睹，社会秩序得到恢复，法治得到捍卫，正义得到伸张。普通法制度得到保持，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在基本法的轨道上有序高效运行，传媒、社团等发展空间更加清朗广阔，经济活力迅速恢复，营商环境更加优化，投资者获得更加安全、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投资信心进一步增强。香港国安法实施的3年，告诉我们，国家安全是内在于一国两制，国家安全是香港繁荣稳定和一切自由权利得以存续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安全就没有发展，也没有自由。那么通过香港国安法的立法以及实施，香港社会深深明白了这个道理。而且通过该法的实施呢，香港社会还深刻地理解和认同了爱国者治港这个根本原则的这个重要性。所以呢，伴随香港国安法而来的完善选举制度改革，爱国者治港的这个制度化和社会化，那么它整个构成一个完整的法治工程，使得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呢有了结构性的这个更新
和重新塑造。尽管香港国安法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但该法只是针对黑暴期间最严重和最迫切的4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即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而基本法第23条针对的叛国、煽动叛乱、窃取国家机密、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等罪行，国安法并无涵盖在内。加上国安法颁布实施后，反中乱港分子的活动更趋地下化及隐蔽化，部分人潜逃海外后肆无忌惮勾结外国势力，继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例如祈求外国对国家和香港实施所谓制裁，以及成立海外乱港组织，宣扬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等。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保护罩远远还未到完美无缺的地步，仍然需要加固。那么23条立法制定过程当中呢，它必然要注意与香港国安法的衔接。首先，它不能够抵触香港国安法；其次呢，它要较好的完成基本法23条所授权完成的立法任务。那么，让23条立法与香港国安法形成一个完整的法网，来给香港的国家安全，那么提供健全的法治保障。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接受传媒专访时强调，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工作愈快愈好，但倘为交差而忽视某些风险，会对不起香港及国家。又说，作为特区舵手，要警惕国安暗涌。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已为23条立法订立时间表，23条在今年或最迟明年一定会立法。30号，李家超在接受深圳卫视等多家媒体采访时表示，非常感谢中央在2020年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让香港整体在安全方面控制得很好，但是仍有风险。他还特别强调，对于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突发性事件，特区政府要永远有预案，除了特区政府自己做好，更有责任让香港市民要居安思危。国际形势啊，大家都知道了千变万化，还有一些国家对我们国家的和平发展误判有一些针对性。其实2019年我们也体会到很多是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做破坏的。这个现在国际形势呢在这方面没有改变，我们更要警惕。对瓦格纳事件知情之后，苏罗维金的女儿29号发声否认了有关父亲被捕的传闻。她表示，父亲什么也没发生，苏罗维金仍在工作场所，就像往常一样。不过，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对此事的回应则显得语言不详，使得真相更加扑朔迷离。那么，苏罗维金现在究竟在哪儿？他与瓦格纳有何联系？他与俄军高层关系又如何？来看看报道。有美国情报官员近日向《纽约时报》表示，根据美方获取的情报，有俄罗斯高级将领事先知晓了瓦格纳兵变，这使人们怀疑俄军高层内部是否出现了问题。相关报道还把矛头指向了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联合部队副总指挥、俄空天军总司令苏罗维金。英国路透社更是在28号报道称，俄罗斯安全部门正在秘密调查苏罗维金是否是瓦格纳叛乱的同谋，而苏罗维金已经被捕。29号，苏罗维金的女儿维罗妮卡·苏罗维卡接受独立网络新闻媒体巴扎采访时表示，关于苏罗维金被捕传闻不实。苏罗维卡称，他在自己的工作场所就像往常一样。俄塔斯社同日也报道称，俄罗斯公共监察委员会秘书阿列克谢·梅尔尼科夫表示，苏罗维金没有被关押在莫斯科列夫尔托沃拘留中心，但在俄罗斯总统新闻办公室当天召开的记者会上，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拒绝回答有关苏罗维金的任何问题。他做出的唯一表态是建议记者就此问题联系俄国防部。俄国防部迄今也尚未对苏罗维金的下落问题做出任何回应。一方面，很有可能俄罗斯政府正在酝酿对于国防部的进一步的改组。这个来说，在瓦格纳的兵变之后，各方应该都有类似的预感。而另一方面，在这个预感中间，苏罗维金是应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关键信息，因为它既然是在酝酿之中，在没有得出最后结论的情况下，就是说莫斯科这边他在克里姆林宫表示说，就是谨慎的回答，或者说故意的把这个消息就是不对外就是公布它的全程，其实也是很好理解的。
据报道，苏罗维金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6月24号，当时他罕见的未佩戴任何军衔，在一段视频中敦促瓦格纳负责人普里戈任放弃叛乱行动。Мы вместе с вами прошли трудный, тяжелый путь. Мы вместе с вами воевали, шли на риски, несли потери. Мы вместе побеждали. Мы одной крови. 苏罗维金现任俄罗斯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副总指挥、俄罗斯武装力量大将、俄罗斯空天军总司令。他于1988年毕业于鄂木斯克联合兵种指挥高等学校，此后进入苏联陆军服役，从基层士兵逐渐升迁为俄军高层指挥官。他曾参与指挥过塔吉克斯坦内战、2次车臣战争以及叙利亚战争中的俄军行动。据欧洲新闻网29号的报道，苏罗维金可能最早于2015年与瓦格纳负责人普里戈任相识。自当年瓦格纳参与叙利亚战争后，时任俄驻叙武装部队指挥官的苏罗维金一直与瓦格纳保持紧密合作。实际上，苏罗维金于去年10月8号起还曾一度被任命为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总指挥。按照路透社29号的报道说法，乌克兰军队当时正在赫尔松、哈尔科夫等地进行2022年秋季反攻，俄军全面退回第聂伯河东岸，是苏罗维金接手指挥权后采取有效措施止住了俄军当时的败退。但塔斯社在今年1月12号报道，随着俄乌战局陷入僵持，俄军迟迟未能达成战略目标，临危受命的苏罗维金于当日被降职，转而担任俄特别军事行动副总指挥，而原总指挥一职由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取而代之。在俄军去年2月开始特别军事行动后，俄罗斯被拖入战争的泥沼，久久无法脱身。俄方原本预期速战速决，但战场上的态势始终不如人意，因此俄军指挥权几经易手，战术选择也不断改变。这一切导致了俄军内部的矛盾，特别是今年以来，普里戈任与俄罗斯国防部频频爆发矛盾，指责俄罗斯国防部后勤补给不力，前线部队溃败，将瓦格纳当作炮灰。然而，普里戈任却始终对苏罗维金赞誉有加，称赞其不怕担责。今年5月，普里戈任一度放话要求解除俄国防部绍伊古的职务，而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格拉西莫夫应该被苏罗维金取代，从而让苏罗维金重新全面领导俄军。我觉得瓦格纳事件是会带来很多的后续影响，因为这一次的这个风波对于俄联邦政府和俄罗斯国防部都是一种这个形象上的负面打击。这种形象打击其实对于俄罗斯的民众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能否在战场上同样像瓦格纳之前在巴赫穆特一样取得这个相应的战果。这个是等于说是重塑他们的这个信心，然后稳定整个俄罗斯的国内的政治的心态的这样一个很关键的内容。至于乌克兰方面是否会借此次瓦格纳事件发动进一步反攻，乌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乌方不能把获胜的希望寄托于俄罗斯发生进一步动乱上。他强调，目前还没有看到俄方士气崩溃的迹象。列兹尼科夫表示，乌军最近几周将前线往前推进，并不是基辅策划行动中的重头戏。目前取得的小幅进展也只是未来更大攻势的预演。总参谋部不会对外公开乌军取得的战果，以免暴露军队计划。他还透露，乌克兰的主要部队储备以及最近在西方受训并配备了现代北约坦克和装甲车的大多数旅，都尚未在战事中派上用场。从6月开始，实际上乌克兰已经展开了它的夏季的攻势啊。当然，这个反攻现在持续了将近1个月，但是呢，进展非常有限。那么没有获得一些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据点或者城市。那么瓦格纳集团的这次叛乱的行动，那么我觉得对乌克兰的这个反攻还是有利的，因为瓦格纳军团作为俄军相对来说最有战斗力的一支地面部队，那么这样一个3到5万人，相当于一个集团军规模，突然之间就基本上在战场上可能就消失了。那么这个对乌军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俄罗斯空天军司令苏罗维金下落成谜，美西方媒体及情报界有关他可能被抓的爆料满天飞，您对此如何看？好的，主持人。那么末日将军去哪儿了？这已经成为美西方媒体聚焦瓦格纳兵变它的后续震荡的一个最大的悬念，而且悬念
现在啊，它之所以呢越炒越热，有这么样几个原因。首先呢，当然是因为苏罗维金他位高权重，他作为首位俄罗斯陆军出身的空天军司令，他在叙利亚呢可以说立下了累累战功，赢得末日将军的绰号，也因此深受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信任。那么他呢是俄罗斯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第2任总司令，目前呢仍然在出任副总司令的高职。其次，当然呢是他和瓦格纳负责人普里戈任的这个关系，完全可以用老铁来形容。他们2人在叙利亚战场上就有交集，而在乌克兰前线，那么在普里戈任向俄罗斯国防部放炮，抱怨武器供应遭到限制时呢，是苏洛维金他呢曾经做出过实质性的干预。甚至今天美国 CNN 电视台还在网站即时头条中在爆料，援引俄罗斯一家民间调查机构叫案件中心分享的文档，就在显示说苏罗维金他是瓦格纳集团的注册 VIP 成员，他的登记号是 M3744，但是呢，爆料也称说并不清楚这样一个身份是不是涉及到经济往来。那么俄罗斯官方刻意回避的态度，同样令到这种悬念感是火上浇油。那么以末日将军他的位阶之高、军权之重，要辟谣抓捕说呢，最有效的方式当然就是让本人现身。但是呢，从上周六视频露面之后，那么苏罗维金呢，他一直在神隐，在西方媒体抓捕说近乎满天飞之际，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周4的回应还是在打太极，要求记者转向国防部去提问。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日对记者的说法呢，更是让西方媒体一头雾水。拉夫罗夫就声称说，对瓦格纳事变，俄罗斯不欠西方解释，我们没有义务向任何人来解释一切，给出担保。最后，如果对这个苏罗维金他被捕说的这个媒体传播链条呢做一个梳理的话，你会发现美国情报部门他的身影可以说一直在贯穿始终，一直是所谓的关键信源。那么最先爆料的是英国金融时报，之后呢美国纽约时报跟进。虽然这些个美西方主流媒体都毫不讳言，被捕说无法求证，但是呢，《纽约时报》近乎直白地表示说，美国官员乐于去推动可能动摇苏洛维金地位的信息，他们认为他比其他指挥官更有能力，也更加无情。那在您看来，苏罗维金的下落之谜何时才能开解呢？这会对俄罗斯国内外的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要开解末日将军去哪儿了这样一个悬念，那么必然会涉及到另外一个关键悬念。瓦格纳领导人普里戈任他编发莫斯科到底是个人行为，还是得到了俄罗斯军方人士的默许乃至支持呢？那么后者显然是美国情报机构乃至美国高层在极力塑造、在极力刻画的这样一个叙事。美国情报部门此前就已经通过媒体放风说，在普里戈任举兵之前就已经截获了相关的情报。2天前更是直指苏罗维金他在兵变之前也是俄军内的知情人士。今天CNN 爆料说，类似苏罗维金在瓦格纳集团里有所谓 VIP 注册身份的军事情报界的高官至少还有30人，所以这就牵出另一个问题。那么一旦苏罗维金他失去自由，他到底是被捕还是在接受调查呢？以苏罗维金他军中影响力之大，一旦他身陷囹圄，那么他的众多部下不可能不会受到牵连与冲击，而这呢也恰恰是美方最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美国总统拜登周3见记者，他虽然又讲了胡话，把乌克兰说成了伊拉克，但是呢，他对于这样一点呢，却在反复强调说，普京被普里戈任举兵莫斯科严重削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电视喊话说，克里姆林宫出现重大裂痕，他呢也是这个意思。可以想见，如果俄罗斯军中再有动荡的话，那么这样一种削弱与裂痕还将会进一步放大。此外，俄罗斯还面对着瓦格纳后续处置的棘手挑战。今天呢，就是俄国防部与瓦格纳成员签约收编的最后大限。那么美西方媒体已经在爆料说，卫星对照图片就在显示，瓦格纳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附近一处营地的这个设施呢，已经在加速推进建设中。而瓦格纳在非洲多国的庞大武装会不会被俄罗斯官方如期收编，可谓是千头万绪，难题成堆。已经有媒体注意到，俄罗斯总统普京过去2天在连续的公开露面，他走进拥护者中一一握手，并且呢亲吻一个小女孩的头。
还坐到电竞椅上与参加科技博览会的其他嘉宾一起开玩笑交谈。那么这是俄罗斯人自疫情以来极少见到的场景。我想他所传递的信息也非常明确，格外聚焦，那就是掌控、在一起、确定性、领导力。所以啊，在这些个关键信息被俄罗斯公众普遍接受、认知之前，或者至少俄罗斯最高决策层对此有充分的把握之前，恐怕末日将军他的悬念不会轻易被开解。当然了，这也意味着美西方的对俄情报战与舆论战还将会持续的密集的上演。那么，俄罗斯国内局势对俄乌冲突又有怎样的影响呢？五角大楼发言人李德昨天在记者会上宣称说，目前仍然有瓦格纳武装在乌克兰境内的俄控区内在活动。那么这样一个指控啊，也被不少美国媒体做进了标题。比如呢，今天的 CNBC 财经电视台及时报道就以此作为标题说 ，Pentagon says some Wagner Group troops remain in Ukraine。但是这难道不是既定的事实吗？俄罗斯国防部是要收编愿意改签合同的瓦格纳武装，并不是要就地解散他们。欧盟刚刚在周四举行了峰会着力传递的一个明确信息，就是要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安全投入，并且呢将会继续扩大训练乌克兰军队。欧盟外交事务专员博雷利就声称，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将会长期化。西班牙就任为期半年的欧盟轮值主席国，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呢由首相桑切斯飞往基辅来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7月初将会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北约峰会。半年前就已经接到邀请参加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他已经放话了，说如果北约领导人缺乏勇气与准备，乌克兰方面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自己呢和夫人将不会参加这次峰会。那么欧盟与北约这两场峰会是瓦格纳事变之后连轴在欧洲大陆举行的两场峰会，美西方他们的后续应对恐怕呢还是要继续来强化一体化的立场，要继续加码军援乌克兰，要推动乌克兰继续加力来反攻。今天最新消息也已经发布，印度方面作为东道国将会在下周举行上合组织峰会，但是呢这场峰会将会有视频方式来进行。那么如果俄罗斯总统也确认视频参会的话，这将是他在瓦格纳事变之后首次亮相国际多边场合，那么这也将是外界来观察俄方相关表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好的，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欢迎回来。尽管受到本国民众和国际各方的持续反对，日本就福岛核污水排放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首相岸田文雄计划于7月4号会见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后者将在当天向日方提交调查报告，就日本是否能向海洋排放核污水做出重要结论。就在这一关键时刻，有媒体爆出，日本方面为了顺利推进核污水排海，竟以100万欧元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官员行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日本有责任对此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据共同社报道，关于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水排放入海计划，日本首相岸田文雄30号与经济产业相西村康稔、环境相西村明宏等相关阁僚在官邸磋商，指示做好确保安全性、形象受损对策，向当地与国际社会细致说明及发布信息的工作。外相林芳正在记者会上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将于7月4号至7号访日，岸田7月4号将与格罗西会面，届时格罗西将向日方提交该机构关于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计划的最终评估报告。据日媒报道，如果该报告结论对于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不提出异议，则岸田内阁将获得权威国际组织的背书。具体排海时间完全取决于日本政府，足见该报告作用之关键。针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组从去年2月开始多次到访日本进行调查，今年6月初已结束了排海实施前的最后一次访问。那么从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干事长格罗西的包括最近的有关表态来看的话，他
强调的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职责是确保日本的这个排海的操作能够符合国际有关标准和规则。也就是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最终出具的这个报告，目前根据各方的信息来看，恐怕不会出现一个颠覆性的结果，更多是从技术层面对日方的行动能够做出一些具体提出一些技术性的一些意见。总体上是要对日方是要开绿灯的。本月26号，福岛核污染水排放海底隧道工程已全部完工。从28号起，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对相关排海设备进行为期3天的最终检查。若检查通过，该委员会将在约1周后发放验收证明，意味着该计划在设备方面已准备就绪。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宣布，日方将于今年夏天正式开启福岛核污水排放。截至目前，福岛第一核电站储存的核污染水已超过130万吨。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这是人类史上第一起大规模核污染水排放。目前看的话呢，日本政府推动这个福岛核污水排海的进程已经进入最终的倒计时的阶段。目前来看的话，尽管面临国际国内的强大阻力和反对的声音，日本政府想要强推核污水排海的进程，这已经是势在必行。但就在这一关键时刻，有韩国媒体近日爆料称，日本方面为了顺利推进核污染水排海，竟以捐赠多达100余万欧元的方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官员行贿，以促使该机构做出福岛核污染水安全的结论。该报道称，日本政府提前获悉相关报告的草案，并对其结论提出了实质性修改意见。对此，日本政府极力否认。日本外务省称，这一报道毫无根据，是虚假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号表示，日本政府有责任对相关报道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也应该做出回应。事实上，报道加剧了国际社会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的担忧。人们有理由质疑国际原子能机构技术工作组最终评估报告的结论是否公正客观。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的关切，停止强行推动排海计划，切实以科学、安全、透明的方式处置核污染水，并接受严格的国际监督。